嘿，大家好，我是永琪，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跟你接下来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你是不是已经察觉到每个月底钱都不够用的事实？这期影片我想要对努力工作却很痛苦，努力工作却看不到成果，努力工作想要获得相对报酬的人说一件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上班不等于赚钱，努力上班只会落入贫穷陷阱。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网络创业、网络赚钱、网络兼职的方法及经验。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务必要订阅我的频道，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而且你要点开全部哦，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周上传的新影片了。让我们来马上开始正题吧。人人都应该知道，上班不等于赚钱。每天早上6点多被闹钟吵醒，在脑海中挣扎着要不要起床这件事情，最后只能拖着疲劳的身体进行洗漱、穿衣服、赶出门。7点出门，在路上买个简单的早餐，再急急忙忙的赶在8点前到公司打卡。晚上差不多10点多下班，到家已经11点。以上就是我上班的日常，在公司只能非常的虚伪。明明面对很多不喜欢的人，做着不喜欢的事情，我只能兢兢业业的附和，话都不敢多说一句。很多不是自己工作分内的事情都不得不做，内心实在痛苦万分。在难得有空的时候，我偶尔都会思考，工作一定要这么痛苦吗？我根本活得都不像我自己。如果这种生活持续下去，我一定会得到精神疾病。在此终于体会，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精神疾病，忧郁症、躁郁症。如果我再工作下去，或许我连命都没有了。在我想通了以后，我没有为了领一份死薪水，花费全部的时间在工作上，而是开始每天多花10%到20%的时间，慢慢充实自己，学习赚钱的技能。果然在职场上是不允许没有权力配合公司工作的员工存在。在我开始学习赚钱技能的2个月后，终于被公司资遣。我想要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决定认真试一下网络创业，去挑战一下低成本创业。如果网络创业成功，那么生活将不再寄人篱下，看着冠老板及亲戚们的脸色过活。然后在脱离了上班族的日子之后，才发现一切跟以前迥然不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努力着，学习着，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慢慢的朝着我的目标前进，做自己及赚大钱。但是尽管是自由工作者，创业还没有成功之前，我都还是非常努力的持续工作还有学习。目前努力维持我的 YouTube 频道每周2次到3次的影片更新，每部影片从选题、写脚本、拍摄影片、剪辑影片，起码要花上12到16小时。之后还想要经营 Instagram， 目前已经在学习怎么运营 Instagram， 之后预计在里面每天发布内容，跟粉丝互动，做一些问题回复。未来还预计要做网络课程，做知识变现。其实杂七杂八的事情很多，基本上每天的工作量很大，比以前工作时的工作量都还要大。创业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过程及结果我相信是甜美的，原则上是没有一天可以休息的。听到这里，你们应该可以感觉到我非常的努力。但是以前上班时候的我是怎么样子的呢？在之前我就提及过了，连假日都还要去上班，一样非常努力，但是努力用错了方向，努力帮冠老板赚钱，努力学习让公司觉得我更好用。这样的努力让我自己觉得越来越不幸福，越来越穷，最后还弄坏了身体，肝出了问题。也因此让我有了一次机会，真正的认知到自己的努力用错了方向。以我来说，我是真正的用生命来感受这个错误。就结论上来说，如果努力方向错误，越努力只会加速自己的贫穷。接下来影片的下半部马上来开始这部影片的另外一个主题：努力上班就是落入贫穷陷阱。越努力工作就越贫穷的真正原因，努力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你其实是知道原因的，只是很少去面对。读书的时候明明你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周围的人都告诉你说，选这个专业将来就业比较顺利，或者赚的钱比较多，所以你也就只能去读了。或者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是你的工作薪水比周围的朋友还要高，你也就只能忍受着继续做下去了。我先打个岔，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薪水更好的工作？现在去做准时上下班的工作，一样能生活下去啊。那为什么你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赚更多的薪水呢？我想你们一定觉得这个问题很笨。答案很简单，就是想要让生活过得更美好，所以才要努力学习，努力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出色，让老板去肯定你，借此得到薪水更好的工作。你期望透过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幸福、更美好。如果你现在就做着不喜欢的事情，在不喜欢的环境内工作，然后心想熬过这段时间，工作内容或环境就能有所改善，生活就能更美好吧？为了让你达成最终目的，你就得在
你不喜欢的事情上持续努力，花更多的时间，你就得去做你不喜欢的工作，学习你没有兴趣的专业。最后你在不喜欢的工作持续努力，能得到什么呢？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成绩及相关经验，然后大家恭喜你升官了，一样是你不喜欢的工作，只是阶级比较高而已。如果是学习，那么你毕业了，但是得到的是你没有兴趣的专业文凭，之后你应该是顺其自然的运用着你没有兴趣的专业去从事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上述熬过这段时间持续努力所达成的目标，那你就会开心吗？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同一个领域，特别是你不喜欢的领域，花费的时间及精力越多，得到的时间及报酬也就越多，但是未来你就越难抽身。其实我相信你周遭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当初为了比较好找工作，听从父母的建议，选了一个特殊专业，但是本人一点兴趣也没有。毕业后持续干了几年，每次聚会吃饭的时候，他都会说工作好累好烦哦，好想出去玩哦，好想辞职不干哦。每一次抱怨完后，下一次聚会吃饭，还是在原本的工作努力着，或者换了一家公司工作，但还是原本不喜欢的工作，持续的时间越久，越难从这个洞爬出来。我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他这个专业工作的确比较好找，薪水也的确比较高，但他这样持续做下去，他不喜欢的工作，他真的有比较幸福吗？当然，以我的立场，我还没有成功，没有任何资格去批评别人的成就，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经验及看法。我自己在之前也非常的努力，在考科技大学联考时考了全国107名，选了父母建议的专业会计学。毕业之后，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好几年，花了好几年考会计师，努力提升竞争力。后来进了公司后，以前的努力也确实成就了当时的工作，但在我不喜欢的环境，即使成为了高阶主管，我一样没有觉得幸福。所以就像我影片开头说的，我开始学习我有兴趣的赚钱技能，离职后义无反顾的投入网络创业。我之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犯了亚洲人普遍的心态，我应该要学习欧美国家的目标设定方式还有生活方式。欧美人在设定理想目标的时候，都是先从想要达到的结果去反推，中间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需要去做什么样的工作，从远到近的时间去规划，要怎么达到目标，之后去努力完成中间设定的各个小目标，去达成最终目标。但是亚洲人没有特别设定过自己理想的目标，只有一个笼统的目标，过着美好幸福的人生，结果只是超级现实主义派。我也是亚洲人，所以我也是这样做，先了解当下最容易找的工作，而且是薪水相对高的工作，先有了一份工作，再去学，再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一切都是以高薪稳定为前提，之后再去考虑未来的事情。最后通常忙现在工作的事情，而没有时间去想怎么达到理想中的未来。请问你们觉得亚洲人及欧洲人透过不断的努力，谁比较容易达到理想中的未来呢？就前面所提到的关于理想中的未来，肯定是欧美人的做法才是好的。如果做着不喜欢的事情，就算得到了成就，赚了不少钱，那一定不会觉得自己是幸福。常常看到很多亚洲名人出书，内容都会提到，如果人生再重来一次，绝对不会在工作中付出这么多时间。这其实也表明了，他们就算是成功了，赚大钱了，但也深深觉得自己不幸福这件事。所以结论就是，一定要努力去做自己很喜欢、很有兴趣的这件事情。如果自己喜欢的事情不适合拿来赚钱，那么至少选一个自己不讨厌的事情，去努力学习，从这个方向去努力赚钱。在这个前提下，还建议最好建立自己的愿景，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比如说我的信念，做自己，还有赚大钱，很骨感，很现实。但我的赚钱是努力帮自己赚钱，不是帮别人赚钱。做的事情都是自己想做的，想玩就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吃想吃的东西，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我的信念上，做自己及赚大钱。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怎么赚大钱。每个人的愿景一定都不同，有的人想要在海边生活，有的人想要在都市住超级豪宅，有的人想要收集超级跑车。记得秉持自己的愿景，围绕着这个信念去努力，才不会让你终其一生碌碌无为，得不到幸福。以上就是越努力工作你就越贫穷的原因，你正在做着你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建议你往自己的愿景去努力，可能会更容易让你得到幸福。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给我一点鼓励，是我持续下去的动力，帮我点个赞，帮我分享，并且留言告诉我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吗？下一集影片我会详细跟大家说明为什么不要做买粉买流量这件事。请你要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并且打开全部哦，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周上传的新影片。拜拜。